呢？掌声请出这对恋人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王26岁，来自陕西，研究生2年级在读；女主人公珍珍25岁，来自天津，是一位公司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小王啊！今天你知道他来干嘛的吗？不，他说是要分手。没呀，这个不敢。不敢说什么？不敢说分手啊！不敢说分手。什么叫不敢说分手？就是想分，但是不敢说。这意思是吗？不是，没这想法。你没想法，你来干嘛来了？不敢说。那我问你吧哈，大学同学对吧？对。父母还是不希望孩子在求学阶段谈恋爱的。我希望我父亲能够认同他。大3的时候呢，我就建议让他考研。但他就不干了。考研确实，压力挺大的。后来就给我制定学习计划什么的。他制定？对，写的密密麻麻的，就跟他要考研似的。这是他写的是吧？对。好嘛，大家看一看啊，这个红手指头印是谁的？这个让我摁的。你给大家读一读，有点意思。早上晚起或午睡超时，罚周末大扫除1次，再犯罚擦玻璃。1周内全部按作息时间表作息，表现良好，奖看电影1次。但是我知道你第一次没考上。对，这是第一次没考上，第一次数学考的不行，复习太晚了。对了，赶紧说吧。说了半天，你到底今天是干嘛来的？我都忘了。就为这事儿来的吗？不是，我怕直接说。其实吧，我就想着研究生毕业直接找工作。不读博了。有劲没劲？这事儿咱们1年前都说好了，你怎么现在又翻出来？真不想读了，太累了。工作不累吗？不是，读腻了，你知道吗？在学校待腻了，我想出来工作。你上研刚开始咱们就说了，对吧？不是，我真是不想再读了呀。我现在年龄也不小了。你不读博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不工作吗？你学的环境工程这个专业，职业规划你的职业前景是非常看好的。但是，如果你只有研究生的这么一个学历的话，你在今后你很难处于一个主导地位，你明白吗？我听你说他的时候，脑子里面2个场景，一个就是妈妈跟儿子说：“儿子啊，好好读书啊。”一个就是老师跟学生说：“王同学要这样要这样哈。”这些他都是了解的，然后也不我问你，你是本科是吧？对。你现在工作怎么样？工作还好。我知道你这个本科生换了好几份工作，大学毕业第1年他没考上研，你就跟他回老家，直到他考上之后，你再来陪他读书，是吧？是的，男生嘛应该上进。这怎么不上进呢？您听听他刚刚说的，我学腻了，累了。你也看到我出去工作了吧，也是很辛苦很累的。咱不讲这道理了。他要不考博怎么办呢？不考博，真就非常生气。有后果吗？就不能让他好过，我会继续说服他考博。真弄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让他读博，他自己不愿意读。他26岁一个大男人了。我是希望他能有一个高的起点。我是真不想读博了，我想直接工作，然后工作后然后直接我们结婚嘛。怎么可能？这3到5年，我希望我自己，我不仅是要求他，我是希望这3到5年我自己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。而且我觉得我们感情一直都很稳定，结不结婚真的就是没有那么重要了。不读博士行不行？不行。就非得读呗？是的。我觉得我压力很大。你有什么压力就不明白了。有很多人他想要读书，但是迫于家庭环境他不能轻装上阵，不能去读书。而你这些压力你全都没有。我就是不想读。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你听专家的话吧。来，真心丘比特问卷。王老师，您是博士、硕士？我不是，我就是本科。聊了这么半天挺无聊的，做个游戏玩一下啊。那我坐着吧，活跃一下气氛。来，站到这儿，看着真真，面对面问你一些问题。如果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话，你就这样矮下去一截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啊。第一个问题。女朋友的这种督促给你带来了压力吗？如果你觉得有压力的话，矮一截。女朋友让你做的一些事不是自己想做的，你有时候因为这个觉得特别烦躁或者焦虑，如果有的话，矮一截。
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想做个纯爷们儿，可是女朋友老是命令你干这个，老是命令你干那，你有时候觉得自己不太男人。有过这种念头的时候，哎，一姐，舒服吗？有点不好受。真真啊，我刚刚问的所有事儿全都是你他做过的。你觉得一个男人这样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男人有尊严吗？我不想发表意见。好，你站起来。真真，我让他做这一堆，只是想告诉你一句话，就是一个男人需要这样站着。我的话说完了。好。在我看来，真真她是一个矛盾体，你总是来管理她、改善她。很多女人犯的错误就是在不断的来改造自己的男人。我看到你其实还挺依赖他的，他到哪里去你跟他哪里去。小王，想想自己，为什么他让你去读博？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没有让他有一种安全感，没有给他一种让他能够依靠的这种感觉。学历不代表能力，研究生、博士往往是在理论层面的更多一些，越往上读越是理论。你一直他担心他的沟通能力、人际交往能力、对，吃苦耐劳的能力、变通的能力，所以你应该在让他读博的时候，同时要发展其他方面的能力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你想一想，连一个主子做不了的博士后，他在社会上能有生存吗？让他工作几年以后，如果他真的想读博士了，再读都来得及。说话之前先说个笑话。克林顿夫妇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，然后到一个加油站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加油站的工人上来给他的车加油。希拉里对克林顿说：“比尔，其实这个加油工人原来是我的初恋情人。”克林顿马上说：“还好你没有嫁给他，否则的话你就成为不了第一夫人。”希拉里对克林顿说：“你说错了，如果我嫁给了他，那么他就是今日的总统。”所以在这呢，我首先要向那些望夫成龙的这个妻子要致敬。这些望夫成龙的这些妻子们，她穷尽自己很多的力量去督促自己的丈夫，希望他能够优秀，希望他能够成功。就这一点，应该赢得我们所有人的掌声。不容易啊！为了他考硕士、考博士，背井离乡去了几个地方。但是不是所有的望夫成龙的结果都是好的呢？其实未必。有些丈夫本来对家庭就很有责任，但真的是能力欠佳，你不能去逼他们。第二种就恰恰是需要妻子去鞭策的，就是像他这样，你鞭打一下，他就会发掘出一定的潜能。但其中要掌握一个诀窍，就像刚才于老师和赵老师都在说，能考上博士就一定是优秀的男人吗？真正的要培养自己的男人，要锻炼他的责任心、忍耐力、勇敢精神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对于自己男人的全方位的培养。严厉的苛责远远不如温柔的鼓励，最珍贵的是把握当下的幸福。谢谢柯老师，我希望他就是说继续读博，也不是说就是说必须读这个博士，我是希望他加强他这个专业技能，这有。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任何人都不要想去做别人头脑里的主。任何一个生命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他就有权利，他有权利成功，有权利犯错，有权利失败，有权利撒性子。这恰恰是生活所有意义的所在。但如果你剥夺了他的这些快乐，他的成长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就像王老师所说的，如果这个男人有哪一天真的获得了博士、博士后的学位，但他永远在你面前，他人是站着，精神是跪着的，这样的男人你不会喜欢。一个26岁读研究生的人，他现在面临着是到社会上是抉择一份工作还是要考博的一个压力，他自己无法决定，他需要征求他女朋友的意见，这证书有啥用啊？我们在一起快6年了，我自己都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就是把我们两个就是看作是就一个共同体一样。他考不考博其实也关系到我的将来，我希望你好，我希望你。那如果他离开你呢？你会吗？不知道。你觉得他为什么犹豫？可能几年前他会毫不犹豫的说我们一定要在一起，为什么现在犹豫了？因为心太累了，因为压力太大了，因为肩膀上的包袱太多了。夏琳原来说过一句话，他对陆涛说，只要你一辈子上进，一辈子努力，哪怕再贫穷，我依然爱你。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说放弃考博，放弃再升学，就是代表着他被他的
劣根性、被懒惰所致使了。那是电视剧啊，姑娘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一个8点档狗血剧呢？我希望你上进，难道最终受益最大的不是你自己吗？但是如果上进的过程中他连自己都丢了呢？你希望他跟你牵着手走完一辈子吧，但是当一个男人趴在地下或者蹲在地下跪在地下的时候，他能走得快吗？能走得了吗？能跟你一起牵着手吗？难道他自己决定他不考博，然后这个决定通过了，这样子他就站起来了？不要偷换概念哈，人家是说请让我自己决定考博还是不考博。而且你要想一想，他现在出去了，接触社会了，觉得我的理论知识不够，我的知识不足以应付我的工作，那他自然就会回来考博，何必要逼他呢？但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不够啊，学的并不够精啊。珍珍，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这儿除了于老师，我们3个都是失败的？我不是，我们都不是博士嘛。没有，他就是希望我上进。你本心是好，结果却让他离自己越来越远，你何必呢？其实我觉得珍珍这会儿可能心里真的很委屈，对吧？原来你找了一帮人来指责我哈，我做的有错吗？听听你父亲的电话采访，来听一下。他那小孩挺有上进心的，也好强。我那女儿呢更别提，她更好强。毕业了，我准备想叫她在天津找工作，关系也都有。她非得要上外边闯荡自己。她小在外地上学，她也惯了，这也是没少受。做家长的总是怎么说呢？心里头总是愧疚感。关于他这个婚姻呢，朋友他自己相中了，我们也没有别的意见，就希望他们俩往后就是互相关怀，互相鼓励。听明白这话几层意思了吗？第一层意思觉得你吃了苦了，做父亲的心里很难受。第二层是希望你们俩能好。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经常说了一句话，就是即便是温室中的花朵也可以不畏寒风。其实我们不逼自己一下，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够有多优秀。咱们这样好不好？不说理了哈，接下来想一想你怎么把你内心最想说的话跟他去表白。来，一起黄金60秒。其实关于考博不考博的问题，我可以再想想，再考虑考虑。但是我希望是能够尽快的给你幸福，真的。我希望我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我去挣钱，然后你就在我身后就可以了。由始至终，我和你家里面没有人现在逼你去挣钱。我知道你比较好强，就想对我们负责任，所以你想去工作去挣钱给我们。但我们希望你有更好的一个发展，你明白吗？站在我们的角度，你能够明白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，就是说在感情上换成别人和我在一起。我只说这段感情我是不会放手的，因为我还爱你。好，时间到。小王还有话跟他说吗？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在情感生活当中，或者叫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一个人要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思想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有谁愿意是被别人控制的呢？来，各位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如何看待这样一段情感？如何看待它的前路在哪？来，请表决。现场45.16%的观众觉得他们有可能会分手。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看。你是爱你爱你，不期待，不在意。
一路有多少风雨，不是爱你爱你。你不想考博，你可以跟我说，你何必弄到这种场面上来讲呢？不知道。来吧。首先我要明确3点。第一个，我真的你站在中间行吗？很爱我女朋友。第二个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我女朋友的决定都是对的。第三个，我考博，这是我的决定。那我只想说明一点，就是说考不考博这一点你自己决定，或者是你考博的话，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考博，听取专家的意见。好，谢谢各位老师。考不上的话再考。真的？那你今天到这儿来是彻底沦陷了？也不算彻底沦陷，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我女朋友决定是对的。不过也没什么，被自己的老婆搞定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。确实，尤其是自己爱的老婆。对，来，小伙子。谢谢你们俩哈，来请回。感谢金立智能手机 eLife 系列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这个订婚礼物，然后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提供的这个订婚的一个钻戒。我今天给你们来点意外的吧，每次这个订婚环节我弄的都不是特别好，就我们今天弄一个特别好的订婚主持来帮你们订一下。来，有请这位婚庆主持人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亲爱的所有长辈，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所谓花好月圆则吉日，良辰美景送佳人呢。你们面对面的站着，请问一下我们小王哈，无论是贫穷还是疾病、富裕，你一辈子都愿意爱着他吗？我愿意。大声一点。我愿意。我爱你。